大家好，我是米奇沃克斯。今天呢，我们聊一聊任天堂那点事儿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任天堂スイッチの総合プロデューサー小泉です。任天堂スイッチライトです。任天堂スイッチライトは携帯専用ですので。听吧。任天堂呢，在2019年的7月份发布了新款的，真的是新款的，叫任天堂 Switch Lite。其实我一看到 Lite 这个词，我感觉心中一惊，因为无论是使用软件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只要有个 Lite，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这是不完整的、不完全版。结果呢，任天堂新的游戏主机还确实就是不完整的，在2019年9月20号将会上市。各位。我手中这是最初的任天堂 Switch， 它发布在2017年3月份。他试想一下，2年半之后推出了新版，竟然是它的阉割版，在硬件性能上没有增加，一点都没有，同时还减少了很多。就好比说，新版的任天堂 Switch Lite，不能够接电视，说白了就是一款纯的掌机。你没有办法分享游戏给别人。什么是 Switch？ 这个叫 Switch， 但是新版的它不能够 Switch， 所以它的名字我觉得起的有点怪怪的。任天堂 Switch Lite 缺失了电视功能，所以在家的客厅呢，你的电视基本上就那个样子了。你可以把任天堂 Switch Lite 纯的当做一款这个掌机，便于携带，玩游戏呢还是不错的。它的几大改变呢，有些让我非常的失望，有些让我觉得还不错。让我觉得很失望的地方在于它功能减少，它不仅仅是减少了连接电视的功能。想想在一个大电视上跟一堆人一起玩那个游戏，那感觉哇，这才是合家欢乐嘛。毕竟任天堂在很多时候呢被称为家庭游戏主机。大家知道吗？会让很多人聚在一起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突然间，新版的掌机呢，就变成纯的掌机，就像 3DS 一样，确实在整个造型上要比之前轻一点。电池呢，续航强一点，这是它的优势。另外呢，价格上，售价呢是199美金，说白了比之前的便宜了30%。之前是卖到299，后来的变成199，价格上的优势还是不错。但是这100块钱减的东西，实在让人接受不了，不能连电视了。可能对于很多忙碌的人，或者家里没有电视，甚至租房子没有电视的人，觉得作为一款掌机来说，它是完全合格的，这点我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你的手柄上缺失了 IR 系统 ，OK， 游戏主机里缺少了震动，这样的话，游戏体验呢其实是大打折扣的。另外，因为功能上的缺失，咱就从这个价格陷阱上来讲，比如说要玩那个 One to Switch， 你还是再重新买一套这样的东西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样的一副手柄要卖到79美金。就是如果一旦你玩其他游戏的话，你还不如直接买这一台，价格上的优势是瞬间就没有了。另外，其实最让人纠结的地方在于，虽然说呢，新版的掌机呢，你可以玩绝大多数的游戏，这个我其实是有点怪怪的。我说，为什么一样的平台在选择游戏的时候还需要看能不能玩？它每个游戏呢是需要后面有一个标，它告诉你是支持掌机模式的才可以玩，所以它其他模式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这样呢，就给我们玩家造成了一个，这个游戏能不能玩呢？买之前要想想能不能玩。另外呢，新款的掌机它有3种颜色黄色、灰色，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绿色。那个词儿还不好念在造型上呢，我不能说它非常的好看，但是我觉得一定不会很好看，因为整个一个统一颜色。大家不觉得这样一个黑红蓝这样的一个搭配不错吗？而未来呢，想足够个性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换一个手柄，或手柄上做一些什么图案，通过换手柄的方式可以增加个性化的一个设计。但新版的就这个颜色，你爱要不要，这辈子就这一个了。你有了3种新的选择，但同时呢，因为你不能 Switch 你不能 Switch， 这是最要命的，让人感觉真的很不舒服。任天堂呢，在游戏界它的优势呢有2大部分。第一个是它独占游戏，像马里奥系列、塞达尔系列，在其他任何平台上几乎很难去玩到。
所以它的独占游戏呢，给它的游戏主机销量带来了不错的影响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在2年半之后的今天呢，发布新款掌机在硬件性能上没有提升，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在这2年半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。我们说说英伟达显卡，在2016年，英伟达发布了显卡1080，OK， 在之后的2年半呢，发布了新款的显卡 RTX 系列 ，RTX 2080 Ti， 甚至 RTX Super， 是吧？显示的效能跟性能呢，跟2年之前呢，已经有一个1倍的超越了。硬件的提升已经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跳跃了。同时，这2年半发生了什么？苹果呢已经更新了2代的硬件了。2017年推出了 A11，2018年呢推出了 A12 处理器，然后2019年将会推出 A13，那性能是一代比一代强，显示效能是100%的翻倍，50%的增加，所以在显示效能上真的是差距太多了。我为什么要录制这个视频？主要告诉的不是说任天堂 Switch 在新版的主机上落后了或者怎样，只是呢，在2019年苹果 Arcade 这个服务加入之后呢，因为它每一年的硬件性能会很快提升。大家想一下，现在的任天堂 Switch Lite 出现了，那么下一代主机可能是什么时候呢？怎么也得2年之后吧。那么明年会怎么样呢？2020年，微软、索尼要推出它下一代的游戏主机。也许有人说啊，那是家用机，那跟我们的掌机没有关系。大家错了，苹果今年呢就要开始占领移动端市场了，而且性能是相当的厉害。我刚刚说过，任天堂呢它是游戏为主的，我觉得很多任天堂粉丝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冲着游戏去的。但是，一旦苹果在游戏内容上做到更棒呢，如果它的发展势头真的很快呢，我觉得任天堂 Switch 在2019年这个时间段发布了一个阉割版的主机，实在让人想不通。因为我们对任天堂 Switch 这款主机的下一代产品呢，期待是特别大的。起码你的在硬件强一些，画质再强一些，毕竟在玩这个时候，在上面显示是能够看到锯齿的，还是有点难受的。那么 Switch Lite 这款主机就没有优势了吗？其实它的优势还是蛮大的。首先呢，它可以支持绝大多数的任天堂 Switch 原来平台的游戏，绝大部分，所以在游戏方面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另外，在电池续航上要比原来这一款呢提升了很多，但是呢，它有新款出现，等下再说，这也是一点不错的地方。第三个呢是它便于携带，你也不用说拆来拆去了，整体体积还稍微小一点。所以喜欢掌机的用户或者生活方式就是玩掌机，绝对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。价格虽然说不是很便宜，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但是如果你坚持是掌机的成分的话，那么便宜30%呢，也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了。所以综合而言呢，任天堂 Switch Lite 是在一个不切合时宜的时候推出了一个供大家多一个选择的产品。大家对这款产品究竟怎么看呢？请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视频频道，未来买一台给大家看一看，究竟我说的准不准？好像也没什么缺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